是打雷下雨，这样的鬼天气，可真是让人燥得很。老爷这个时辰肯定还在书房习作。补汤煮好了吗？煮好了，夫人。按照我的吩咐做的吗？是，夫人。煮了3个时辰，菜梗都烂熟了。那就好，去送吧。是。哎，让老爷别太辛苦了。哎。老爷，夫人让我给您送汤来了。老爷，老爷。大理寺王嗣成在光天化日之下于家中被雷劈死，此事太过荒谬，太过荒谬啊！莫非这王嗣成贪赃枉法，操了天谴？休得胡言乱语！你有何证据说我大理寺官员贪赃枉法呀？我是没什么证据，可是这老天爷看得真切。休得胡说！我为官清廉，就不怕遭了天谴？怎么会遭天谴呢？稍安勿躁啊！事关朝廷命官，要是消息传出，朝廷内部定会一片混乱呐。此事万万不得让陛下知晓。是啊。三胖，上房检查。得嘞。昨夜可有什么异常？府中一向门禁森严，又有专人看守，未见任何异常啊。王嗣成一直在书房中。哎，是。每天晚上主人都在房中习作。是。可有人进出过？府中昨夜没有客人来访。主人平日里在房中处理公务，总是房门紧闭，听不得半点喧闹。没有吩咐，我们都不敢轻易打扰。是吗？是啊。可是，主人怎么会在房中被雷给劈死？这说不通啊！是啊。老大，避雷的龙头我检查过了，没有任何动过的迹象。双叶，尸体怎么样？除雷击痕迹之外，无明显外伤，也没有发现中毒的迹象。不是，双叶，都烧成这样了，你咋看出来的？如果先中毒再死，尸体就不会呈现这样的状态。哎，你在质疑我？不，随口一问。哎，要我看啊，都是他黑心者的祸。要不这雷电长了眼睛，不劈别人，偏偏进房劈他。哎，你小点声，别被夫人听见了。哎呀，不怕，他在房间里还休养着呢。再说了，实话还不让人说，平时就贪赃枉法，收那么多贿赂，能不得报应吗？哎，别说了。呈现如此焦黑状，尸体可能并不是王嗣成，都已经烧焦到没有任何辨识度了，
有可能被人偷换。反正要真是他就好了，贪官。哎，这人咋不穿鞋呢？哦，我家主人呐，脚上容易出汗，到了热天的时候啊，他一般在家都是打赤脚的。哦。谢谢各位的捧场。我们的幻术呢，10文钱包教包会，上天入地无所不能。啊，变戏法的，你过来。你干嘛？我要学幻术，我要学会。15文。啊，这么多，我可没有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学会幻术啊，今晚吃饭1个鸡腿变3个。我钱不够，我回去给我娘讨点。你给我等着，别走啊！好，不走，你快点啊！走。你怎么来了？王嗣成前夜被雷劈死，烧成黑炭，你可知道？我们老大让你去看看。不去。老大准备了香茅烤春鸡，吃不吃随你哦。烤鸡。哎，萨摩，王嗣成的尸体是在哪里发现的？就在你脚边啊。这儿。嗯。屋脊上的龙头3炮已经检查过了，没有问题。不在房上，蹊跷就在房中。平常人家，房上往往设有龙头引雷，龙蛇伸向天空，蛇根连接引线直通地下。我刚看过引线了，在房内的一节竟然被截断了。什么？并且这引线被截断后，被人接上了一根细铜丝，一直通到这桌下，隐蔽地绕在桌腿上。可是，这是个木桌，难道还能把人电死不成？巧就巧在，这不是普通的木桌。你们看，这木桌上镶嵌有雕花的铜条，只要将铜丝接到这铜条上，房梁上的雷电就会直接引到房间里。更巧的是，你们刚说，王嗣成平日在房间里都不喜欢穿鞋吧？看来，凶手对王嗣成的习性了如指掌。每日既然只有他一人赤脚在书房习作，他需要做的只是在书桌上读手脚。可是现在尸体成了焦黑状，无法确认死者身份。
去把王夫人请过来。是。一会儿，我们一起去看看王思成的尸体。萨摩，要问夫人什么，赶紧问吧。夫人，请看这尸体的牙齿。是不是王思成？是他，缺了3颗牙，是景泽。你怎么知道？今天我路过厨房的时候，碰巧看到了。哎，我为了办案看的。我今天去厨房，看到了下人给王思成煮的汤，把芹菜煮烂到那个程度，说明王思成一定是哑口王。闻着味儿就来了，你属狗的？五方开外我就闻见了。我要是偷着吃点东西还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这是哪里的美味啊？我怎么从未闻过？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。怪，萨摩饮食大法第34条，样怪则鲜美。待我助他一臂之力。萨摩，出事了，赶紧跟我走！哎呦，急什么呀？天大的事也要等我的鱼汤开锅了再走啊！赶紧跟我走啊！我要喝汤！快跟我走！要喝汤！跟我走！喝汤！快走！汤！走啊！死者陈耀宗是个书生，伏案习作时被劈死在家中。哎，这尸体可真有造型感。哎，他的手里紧紧握着这个，你们看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书生在平康房有一位私交甚好的小燕姑娘，这东西可能是他给的定情之物吧。来人，在，去把小燕姑娘找来。是。耀宗，耀宗，为什么这么狠心离开我？为什么？我问你，知道这是什么吗？小女从未见过。官人，求你一定要帮忙破案啊！我可以给你当牛做马。别再做戏了，我觉得你杀死书生的可能性最大。什么？书生忙于科举，顾不上你，跟你进行了诀别，此事有误吗？没有。所以，你因爱生恨，杀了书生，并造成雷劈死的假象。不是。跟王嗣成的事件重合，企图逃过制裁。不对，凶手不是他。什么？什么？他浑身脂粉香气浓，装束庄重，并且身上有很强的酒气，妆容也有些花调，头发不整，应该是在妓院招待了一晚上客人吧。并且我推测，书生应该并不是要跟小燕姑娘断绝来往，而是许诺考取功名后就回来替她赎身。你手里紧紧握着的，就是书生送你的定情信物吧？小燕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想问就问了，
干嘛藏着掖着？我没有。爱问不问，难受的是自己吗？哎，小撒，是我想问啊，那个你怎么发现小燕姑娘嚎啕大哭是为了玉佩的事儿？很简单，她进来的一瞬间，第一时间就是摸自己胸口以上2寸的地方，不是心口的位置，所以不是为了平复呼吸，而是说明她的胸前挂有饰物。而且王思成夫人也让我见识到了，死掉爱人的那种伤心是演不出来的。虽然我不太理解那是一种什么感觉。王思成的尸体那边还有没有发现？暂时没有。来，用力来！你们这是？啊，朝廷下令，防火防雷。用这个？嗯。找一块4寸的鱼尾形状的铜瓦放置在屋顶上，就可以避免雷电引发的天火。你们这个不行的，不行的。东起泰山雷，南起衡山雷，西起华山雷，北起衡山雷，中起嵩山雷，五雷速发。欲请时行，征服高蒙，推前而击，混一成真。五雷，击毁皇明，阴云变化，后见群庭。伏地之处发扬声，声雷急速行，气急如律令。老大，喝茶。如果按照萨摩所说，可以排除小燕作案嫌疑的话，就要从别的地方入手了。大理寺城、书生，这2个案子，这2起雷击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近，案情相似，想必必定有联系。子苏，你回想一下。我想起王思成跟5年前一起强奸案有关，长孙家4公子被告强奸，那个死去的书生陈耀宗为其做了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王思成以证据不足未将其定罪。这件事情很蹊跷，但是当时并没有更多详细的记载，均一笔带过。案子于武德9年农历11月初4未时结案，当日晴，艳阳高照，气温宜人。牛。当年案子的证人，果然是那个书生。这就是2人的联系。三炮，哎，你去探查一下那个妇女的亲人。好，这就去。我打听到了，那件事情发生以后，那妇人的丈夫一直在长安城以卖鱼为生，他的家就在这里。想必你已经知道大理寺城和书生的事情了。嗯，我知道。那你可知道，这2个人都与你妻子的案子有关？老天开眼，为我报仇雪恨。那件事情发生后，素英整天以泪洗面，告诉我他已经不再是当年的人了，让我写休书休了他。每天洗好几遍澡，一遍遍冲刷自己的身体，都搓掉了1层皮，还吵着喊着自己脏。有一天，我从鱼市上回来，苏英他就上吊而죽，身上的皮还都是烂的。
你现在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嫌犯，这2个人的死跟你都脱不了干系，所以你必须要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有可能，我真想亲手杀死那2个畜生。可是下大雨那天，我在东市卖完鱼，就急忙赶回了家中，哪里都没有去。邻居可以为我作证。至于书生他死的当夜，是我固定每月自家鱼塘换吃水的日子，一换吃水就需要整整2天2夜，我根本没有时间出门。真是老天开眼，老天开眼呐！隔壁的渔夫跟你走动多吗？还可以，经常有往来啊。他平时为人如何？我们现在怀疑他与2起命案有关。啊，不可能吧？绝对不可能！他可是老实的要命，平时话不多，但是他总是帮助附近的邻居，还跟别的商贩不一样，常常把自己要卖的鱼分送给我们吃。这么好心的老实人，怎么可能杀人呢？那下雨那天，他在哪儿？你是说大暴雨那天？对，他在家。那天我去他家，想让他雨后帮我看看屋顶上的漏雨，他确实在家里。那2日前呢？2日前，哦，2日前他在家中换池水。昨天早上我妻子还抱怨晚上睡得不好，是因为被王老汉家里巨大的换水声给吵醒了好多次呢。有什么进展？书生的口、鼻、脏器内均没有发现灰烬，也就是说他是死后被焚尸的，身体内也没有中毒迹象和外伤致死的状况，心也是麻痹状态，所以说应该就是雷劈致死，可能是我们想太多了。哦，还有，他手上握着的铁牌除了纹样奇特外，没有其他发现。慢点吃啊，别噎着。世间没有会伤害我的食物。客官，里面请，里面请，不三不四招呼客人，快点快点。请。上面还有厢房啊。哇，我怎么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鱼啊？这什么鱼啊？哪来的？最近的鱼市在卖很多奇怪的鱼，只要是我没见过的，我都会买来尝一尝。四娘，我发现你的手艺有进步哎。吃完赶紧朝案去，老娘等着收尾款呢。我差点忘了。你看这个。这个东西，我知道是谁做的。你知道？我找他做过暗器。这又不是暗器，怎么确定是他呢？因为全长安城能铸造这种铁具的人，只有他一个。小哥，啊，你看看，你认得这个吗？出自我之手，怎么不认得？那你可还记得你把这个铁牌卖给了谁吗？这种专门定制的铁牌，我只做了2个，都卖给了一个从吐蕃来的巫师。谢谢啊。啊，都卖给了从吐蕃来的巫师。我也听坊间百姓说过，这个巫师通晓雷电之术，还知道大家如何安装避雷装置。要利用这一点和巫术来杀死大理寺丞和书生，都再容易不过。没错，吐蕃向来和我大唐战火不息，近来局势更是紧张。也许巫师正为该国派来的杀手，先灭大唐官员和才子，然后灭国。给我搜！别再装神弄鬼了，我们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为什么用法术杀人？我没有杀人。你还有什么说的？我看就是吐蕃派来的杀手，准备伏法吧。
我冤枉啊！我只是在练习五雷咒，使用技巧还没有掌握。如果掌握，现在就该打雷了。还敢狡辩！死者手中的铁牌，据说只卖给了你一个人，不是你是谁？这太可笑了！我确实在永乐坊的师傅那里买了这个铁牌，但是我是用来制作法器、一观天象使用的呀。少卿，找到这个，怎么样？的确和书生手中的一模一样。搜到新衣物。还有活鱼。你看这，也就是说，当年的案子，为长孙公子作证的还有一人。对，宣化坊的一位素商。走，他会有危险。又有一人被电死了，死者是宣化坊的一位素商。你们怎么又来了？昨夜跟你妻子的案子有关的那个素商死了。看来我烧的香真的一炷都没白费，苍天助我。所以你们是又怀疑我了吗？不然如何？死掉的3个人都和你妻子的事情有关。我明白，我确实有最大嫌疑。可是我身体不适，都没有出摊卖鱼，在家休养了1天，哪儿都没有去。你们可以随便问街坊。来，老大，喝鱼汤。这鱼汤可炖了很久哦。哎，你傻呀？嚯，是挺烫啊。来，来，哎，鲜，哦，刚才我听说呀。这鱼市上啊，最近出现了很多怪鱼，虽然味道一个比一个鲜美，但捕捞起来啊有点费劲。说灞河边有个渔夫收网的时候被累着了，浑身抽搐，直直的倒在水里，当场毙命。萨摩，我想知道，你的铁牌是不是曾经丢失过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还记不记得什么时候丢的？上次给巫师做铁牌时，刚做好2个就发现不见了。上次我来问你的时候，你怎么没说啊？我以为是小孩淘气给搞丢了，没放在心上，就再做了2个给巫师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没事。沈兴龙，啊，大人，我是长孙家的下人，我家公子失踪了，夫人在家中一病不起，派我来告诉你们。天哪，他不会已经死了吧？肯定是死喽，不然怎么会平白无故消失呢？我明白了，你们跟我来。去哪儿？去拯救公子。他还没死吗？还没死，快，再晚来不及了。我可不去啊！你为什么不去？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救长孙公子啊？他难道不是最应该死的吗？我们都不要去救他，等他被杀死吧。
滔天罪行也应该用律法，也只能用律法来解决。现在你知道什么是痛苦了吧？去死吧！不要！住手！闭嘴！我认为我已经做好了一切，你们到底是怎么发现的？为了给亡妻复仇，你的确费尽心思。即便如此，你的作案手法还是漏洞百出。三炮告诉我，最近有渔夫因捕到怪鱼被累死，那是谣传。我在鱼市了解到的事实是，一位渔夫捕捉到了一种名叫电鲶的鱼，他不幸被电鲶电击而死，而这种电鲶正好满足了你复仇的需求。三炮在你的家里发现了吐蕃的法术竹简，说明你与吐蕃巫师有来往。我们搜查了巫师的住所，他的衣物都破烂不堪，鞋底也快被磨破，可见生活定十分窘迫。我看到他画的五雷符咒是错的，说明他确实不通术法，但他只晓修万物之理。还有活鱼啊！我们在巫师家还搜到了活鱼。巫师供述说，你在贩鱼的途中与他结识，得知巫师喜欢吃鱼，你就经常带着捕来的鱼去拜访他，他便授予了你一些引雷制电的原理。后来你得知巫师在铁匠处定制了小铁牌做法器，所以你趁铁匠不备偷走铁牌，用铁牌作案，并故意将其留在案发现场，栽赃陷害于吐蕃巫师。作为一个渔夫，你经常宿渔到那些官员府邸，跟下人们混得熟了，甚至可以随意出入戒备森严的王嗣成家，对王嗣成平日的起居作息自然也是了如指掌。你伺机潜入王嗣成书房，将避雷的铜线连接到有铜条装饰的桌子。雷雨之日，王嗣成赤脚在书桌前习作，便出现了在房内被雷击致死的怪象。杀死书生时，你将水之中养的电鲶放在水缸里，并用板车拉到书生家，在书生睡梦中将绑有铜线的铁牌放在书生手里，然后把铜线另一头放入充满电鲶的水缸之中，书生当场被电死。然后你放火烧尸，再将其放回床上，营造与王嗣成一样在室内被雷劈的假象。行凶后，你把电鲶弃在了山坡上，以为会有畜生吃掉。一个住店客人带来的怪鱼，说是在山坡上捡的，没想到却被客人带回了凡舍，被四娘烹制，真巧。再说说你的不在场证明，书生被害当晚，你说你在换洗水池，邻居作证，听到换水动静很大，那声音我在鱼市里也听到，是鱼翻腾的声音。这种体型硕大的电鲶需要大量的小鱼作为食物。你将电鲶吃剩的小鱼分给了邻居，邻居还以为你是个好心人。你杀掉了王嗣成和书生之后，我们找到了你，觉得事情快要败露，遂将素商杀死。从现场的痕迹和验尸结果推断，你杀死素商时异常仓促，手握木棍或木板，将其头按在了装有电鲶的水缸中，电死、烧焦。我在案发现场发现了大量的血迹。你说你当天生病没出门，可是为什么你的鞋子却全是泥巴？院子里装鱼的板车也是湿漉漉的，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？哼，我佩服你。不过，我的报复计划也快要完成了。没错，就是我杀掉他们。可他们都该死，都该死！那个软弱的书生，目击了苏银被这个混蛋强暴。但是却位于强权，而做了假证。苏生当时在旁边戏谑嘲弄我妻子。王嗣成收了这个人的贿赂，而把案子压了下来。这些人都应该受到雷公的制裁。那个死去的渔夫，是我一起打鱼的朋友，就是死于电鲶击中。于是，我就萌生了这种方法复仇。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。我现在就要亲手杀死这个畜生！
快点救我！放手！来喽！久等了，久等了！哦，来！哎，我告诉你们说啊，以后呢，你们再也不能说我萨摩多罗，只认钱不认朋友了啊！有什么好事没想着你们啊？这个是我独家秘制的萨罗汤，10全大补，所有的精华我都放在里面了。来尝尝，尝尝。不错哦，真好喝。不过这渔夫虽然杀了人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算是替天行道了。总结得对，耶！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咱们也算是替天行道了呀。什么意思啊？鱼汤，鱼汤挺好喝的。对啊，还行。真鲜。说不定啊，渔夫就在你们3个的肚子里呢。萨摩多罗，任何人都不能打着主持正义的名号剥夺他人的生命权。我掐死你啊！